是阿爾特彌斯2號拍下的地球全景照。時隔54年，人類再次復刻了1972年阿波羅17號拍下的那張經典的藍色彈珠。畫面中沒有國界，沒有邊界，只有一顆完整的、安靜的、蔚藍色的星球懸浮在無邊的黑暗裡。你會突然意識到，我們平時拼命爭論的一切，從那個高度看，全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一個事實：我們所有人都住在一個被稱為地球村的地方。這就是總觀效應。很多人第一次聽到总觀效應，會以為它只是一個很浪漫的詞，好像宇航員去了太空，看到地球很美，於是心生感慨。但它真正的力量遠比感動更深。总觀效應，英文叫 Overview Effect， 它指的是一種認知上的突然轉變。當你從太空中看見完整的地球時，你會第一次真正理解，地球不是地圖，不是國家拼起來的表面，不是新聞裡那些被不斷切開的区域，它是一個整體。而阿爾特彌斯2號這一次之所以會觸動這麼多人，並不只是因為照片像素更大，畫質更清晰，而是因為這種完整地球的視角本身就帶着一種歷史感。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不是一張普通照片，它更像是一個提醒，提醒我们过去50多年裡，人類雖然在近地軌道建空間站、發衛星、做實驗，但真正飛遠一點，再回頭看地球這種事，其實並不常發生。而每一次發生，都會讓人重新體會到那種熟悉又陌生的震動。原來地球真的沒有那麼大，原來人類所有的文明都只是附着在這顆藍色球體表面的一層薄薄的故事。如果說阿爾特彌斯2號這張照片是一種重逢，那阿波羅17號的那一張就是第一次真正的相見。1972年12月7日，阿波羅17號在飛往月球途中拍下了後來被命名為藍色彈珠的全景地球照片。畫面中幾乎整個非洲海岸線都清晰可見，同時也第一次完整地拍到了南極冰蓋。這張照片為什麼會經典到那個程度？因為在人類歷史上，我們第一次以一種近乎外部生命的視角，完整地看見了自己的家，不是局部，不是地圖，不是拼接，而是整顆地球。但总觀效應最特別的地方就在於，它不是固定不變的，離地球越遠，那種感受會越不一樣。2014年 ，NASA 的好奇號火星車從火星附近拍到了地球。照片裡，地球已經不再是一個鋪滿細節的世界，而是一個遠處明亮的小圓點，和背景星空的其他星星沒有任何區別。從這個距離看，總觀效應開始從震撼變成疏離，因為你已經看不到雲層旋轉的細節，也看不到非洲、南極或者海岸線，你只能知道那顆星球還在那裡，但它已經開始縮小。它開始從一個有紋理的家，變成一個你知道它存在，但你摸不到的遠方。從火星回望地球，總觀效應第一次帶上了一種更深的孤獨感。2013年 ，NASA 的卡西尼號在土星軌道上拍下了著名的“地球微笑的那一天”。那一天，卡西尼躲到了土星的陰影裡，借助有利的背光條件，拍下了土星、土星環以及背景中那顆遙遠的地球。當時地球距離卡西尼號大約有14億公里，這時候地球已經小到幾乎不再像一個世界，它只是土星和土星環旁邊一個很不起眼的亮點。如果阿波羅17號的藍色彈珠讓你覺得原來我們只有一個家，那卡西尼號從土星拍到的地球會讓你第一次感到這個家真的很小。但真正把總觀效應推到極限的是旅行者1號。1990年2月14日，旅行者1號在離太陽大約64億公里的地方回望母星，拍下了那張經典的照片，暗淡藍點。畫面中的地球只是一束陽光裡的一個極其微小、淡藍色的小點，僅僅只佔了 0.12 個像素。這是總觀效應最殘酷的一次呈現。我們所有的人類文明，所有的歷史、宗教、戰爭、愛與死亡，在60億公里外看過去，僅僅是一粒不起眼的宇宙塵埃。旅行者1號把總觀效應從認知被改寫推到了一種更深的層次，不是讓你知道地球很脆弱，而是讓你知道我們所有的意義在宇宙的尺度上都渺小的近乎難以解釋。直到今天，我們都無法在宇宙中找到真正的第二個地球。而總觀效應留給人類的就只有一句話：當你把視角拉得足夠遠，你就會發現我們所有人
都來自同一個地方。